日本这个曾经战败后奉行和平宪法近80年的国家，为什么如今被视为习近平眼中最大的威胁？日本最近在外交上如何碾压中国，使北京陷入被动？而且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甚至再度预告要全面解禁武器出口，意味着日本可能要把军火卖得到处都是。这一切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？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原因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综合地探讨这场亚洲权力消长的戏码。首先，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2025年秋天，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才1个月，就在国会抛出一枚震撼弹。他在国会答询时公开表示，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。所谓存亡危机事态，是日本安全法制中的专业术语，意思是如果发生某种情况威胁到日本的生存，日本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，也就是可以派自卫队对外动武。换句话说，高市早苗暗示，一旦中国武力犯台，日本很可能军事介入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日本历任首相都格外小心，从未明说台湾有事与日本出兵挂钩。即使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曾提过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。但像高市这样身为在任首相，明白指出日本可能为台海战事动用武力，还是头一遭。这番话等于捅到了北京当局最敏感的神经。习近平一直视台湾为核心利益，不容他国干涉。如今日本首相公开把台湾问题升级为日本自身存亡问题，这对北京来说几乎是一种公开挑战。北京当然雷霆震怒，外交风波随即爆发。中国外交部立刻提出严正交涉，要求高市收回言论。中方的措辞之强硬，反应之激烈，在近年中日外交中相当罕见。不仅如此，北京开始启动一系列惩罚措施，发布旅游警示，劝告中国公民近期不要前往日本观光留学，重新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。其实，早在日本处理福岛核废水时，中国就禁了日本海鲜，这回更是趁机延长，甚至暂停文化交流。许多原定引进中国的日本电影、动画作品被撤档，日本艺人在大陆的演出也被取消。中国网民戏称这套组合拳是限日令，意思是继当年对韩国的限韩令后，又来针对日本了。更夸张的是，中国一些战狼外交官公开发表近乎恐吓的言论。驻大阪的中国总领事薛健就在社交平台上转发高市谈话的新闻时，怒呛一句：“那插过来的脏脖子必须砍断。”语气之凶残，仿佛黑道放话，要把日本领导人的脑袋砍下来。这种粗暴言论很快被删除，但早已在网络疯传，让日本舆论哗然。日本政府更是罕见地公开谴责这位中方外交官极度不恰当，甚至召见中国大使提出抗议。就连美国驻日大使也发声抨击，直指中方已经在威胁日本首相的人身安全，完全突破外交底线。北京方面呢，起初还为这位大阪总领事进行辩护，声称他只是个人发文，并替高市早苗贴上错误且危险的标签，要求日方认清历史责任。言下之意，中国再次搬出历史旧账，你日本过去侵略过我们，现在最好老实点，别再插手中国内政。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，高市早苗也强硬回应，虽然说自己的发言是假设性回答，表示今后在国会会更谨慎措辞，但拒绝道歉或撤回。他还反批中国外交官的威胁言论严重失礼。一时间，中日双方剑拔弩张，舆论战斗的不可开交。有人担心，这场外交冲突会不会像2012年钓鱼岛、尖阁诸岛主权之争那样，引发更大规模对抗？毕竟这次牵涉台湾问题更为敏感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日本不仅顶住了中国的压力，还在外交上占了上风。中国本来以为一套限旅游、限贸易、外交喊话的组合拳下去，日本经济和政坛会痛得嗷嗷叫，逼得高市服软。结果完全事与愿违，日本政府硬是一点头也不低。高市早苗不但毫发无伤，反而因强硬护台立场在国内支持率上升。日本民众看到自家领导人不为中国恐吓，某种爱国心和安全感被激发出来。高市本就是以强硬著称，如今更巩固了铁娘子形象。更令北京头疼的是，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站到了日本这边。毕竟
中国那位外交官公然说要砍掉日本首相的脖子，这在文明国家眼里近乎疯狂。美国第一时间力挺东京，不仅大使发声，白宫也透过外交管道向北京表示不满。台湾方面更是对中方的恐吓言论表示严重关切，赞扬高市早苗展现挺台决心。在韩国，舆论也关注此事。尽管韩国民间对日本有历史心结，但对中国武力犯台可能波及朝鲜半岛一事，他们也开始认真看待。日本首相明言台海有事会出兵，一定程度上也在给韩国上紧发条。看到局势对己不利，北京出人意料地来了个大转弯。据传闻，习近平竟然主动致电美国总统川普，这通电话让外界哗然，因为以往都是美方主动找中方对话，这次反过来习近平找川普告状，似乎是希望美国老大出面管一管自家的小弟日本。北京的如意算盘可能是透过华盛顿向东京施压，让高市早苗收敛对台，强硬表态，给中国一个下台阶。可是这出电话外交剧的发展再次出乎北京意料。川普接到习近平的电话后不久，果然打了一通电话给高市早苗，但据高市事后自己透露，两人通话时语气轻松，川普还笑着说，很欢迎你随时打电话给我聊聊。对于谈话细节，高市没有多讲，但从结果看出端倪。如果美国真替中国向日本施压，日本理论上会配合美方，表面上释出些缓和讯号。然而这次日本政府完全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，没有半点要给北京下台阶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北京求助美国的策略彻底失败，日本和美国一唱一和，根本没打算顺着中国的剧本走，反倒是中国这一局把自己多年坚持的内政不容干涉原则给玩砸了。长期以来，中共动辄对国际社会喊话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，外国不得干涉。可是这次是北京自己跑去找华盛顿谈台湾，等于承认台湾议题不是你中国一家说了算，而是国际议程的一部分了。未来各国要讨论介入台湾问题时，中国再难像过去那样堵住别人嘴，说什么你们无权插手我们内部事务，因为是你自己把美国拉进来的，这真是个讽刺的局面。可以说，经过这场外交风波，日本在国际外交场域打出了一记巧拳，中国战狼外交的面具被再次扯下，不仅没能说服日本，反而逼得自己亮出最后的底牌，还输了阵势。而高市早苗则借此在国际上刷了一波存在感，向全球展示日本捍卫自身安全和民主盟友的决心。现在回头看，短短几周内，中日从微笑握手走向剑拔弩张，变化之剧烈令人瞠目。就在高市早苗抛出台海言论前一周，他才在韩国首尔的区域峰会上与习近平短暂会面，双方还说要寻求建设性、稳定的双边关系。结果转头，高市就对台海问题强硬表态，让北京大呼真是笑里藏刀。其实高市早苗上任之初就已展现了不一样的外交路线。他在首相就任不久的外交场合做出几个引人侧目的动作，除了在韩国和台湾代表公开合照之外，也积极联系美国等盟友，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。可以看出，日本在外交上正摆脱过去几年偏向低调避世的路线，转而主动出击，广结善缘，特别是跟那些对中国扩张感到忧心的国家抱团。这其实就是所谓外交上的碾压。当中国因战狼姿态弄得形象不佳时，日本反而以成熟稳健又不失坚定的外交手腕赢得了更多国际信赖。外交上，日本给了中国一记下马威，那在军事安全上，日本近期的动作同样让北京如鲠在喉。习近平或许没想到，2025年的日本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，他正迅速抛开战后的种种枷锁，加速成为一个正常军事大国。而这一切无疑直接冲击着中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。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防卫预算大幅提升。根据高市内阁制定的计划，日本将在未来几年内把国防开支提高到相当于 GDP 的 2% 左右。这意味着日本每年的军费将从以往约5兆日元翻升到10兆日元以上。这种增幅可说是二战以来未曾有过的超常规加码。钱要花在哪里呢？高市政府已经给出答案，购买长程攻击性武器，强化岛屿防卫，
以及发展新领域战力。先来说长程武器，日本过去奉行专守防卫，只保有射程较短的防御性武器，不具备对敌基地反击能力。但面对朝鲜频频试射飞弹，解放军飞弹对准日本，美日同盟早就讨论让日本拥有反击能力。现在高市拍板购买美制战斧巡航飞弹，这种飞弹射程上千公里，可以直接打到对手本土的军事目标。想想看，过去解放军可能以为日本自卫队打不到中国腹地，如今日本一下子拥有上百枚战斧，到时候真有冲突，解放军基地也将在日本火力覆盖范围内，这对中国来说可是全新而且不小的威慑。不止买美国货，日本自己也在研制高科技武器，包括高超音速飞弹、新一代长程反舰飞弹等等。这些武器一旦投入实战，将极大提升日本离岛防卫和远距打击的能力。更不要忘记，日本原本就在亚洲拥有一流的常规军事实力，比如世界顶尖的潜艇技术、先进的海上巡防舰队、高性能的战机和完善的雷达预警网。多年来自卫队受限，宪法只能备而不用，但剑一直在磨。如今高市政府等于是把这柄利剑亮出鞘，告诉世界，日本不仅有盾，也开始准备矛了。除了远程攻击能力，日本还积极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，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、石垣岛等地，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新设了导弹部队和电子战部队。解放军军机、无人机如果在台海或东海靠近日本领空，日本现在有更强硬、更快速的应对手段。中国最近派无人机绕行台日交界处，日本战机立刻紧急升空驱离，就是一个明显信号，不容挑衅，寸土不让。最让北京警惕的一点是，日本国内对于防卫政策禁区的态度在改变。一个标志性事件是，高市早苗近日在国会被问到是否坚持日本无核三原则，不拥有、不制造、不引进核武，他竟然回避了明确表态。以往日本领导人都斩钉截铁坚持无核原则，但高市闪烁其词，让人猜想日本是否在为未来某种核选项打开一丝缝隙。同时，他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则抛出另一重磅议题，不排除引进核动力潜舰。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表示应该认真考虑核潜舰。核潜舰本身不带核武，但象征意义重大。日本一旦拥有长期潜航的核潜舰，其海上威慑力将直逼美、中、俄、英、法等海军强国。想想看，这还是那个战后宣称只搞自卫的日本吗？北京不禁要怀疑，日本这是要抛弃几十年来专守防卫的承诺，向着军事正常化甚至攻击性军力大步迈进。从北京角度看，这一系列动作无疑是极危险的信号。他们口头上不断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复活，说日本在走错路。然而日本方面认为，中国自己近年军力暴增，军费是日本数倍，在东海、台海频频秀肌肉，难道要我们坐以待毙吗？于是日本朝野多数也默许甚至支持政府强军备武，这就形成一个东亚安全的新现实。中日都觉得对方在威胁自己，于是更加快武装，双方戒心，对立日益加深。除了增加自己拳头的力道，高市早苗还打算在另一个领域突破限制武器出口，这可是在亚洲投下了一颗震撼弹。要知道，二战后日本长期对武器出口采取近乎零容忍的态度。1967年佐藤荣作内阁时代，日本订立了武器出口三原则，基本禁止向共产国家、国际争端当事国及联合国禁运对象出口军火。后来甚至发展成实质上的全面禁运日本企业，不出口杀伤武器给任何国家，就连非杀伤性的军事装备也极少外销。这种近乎洁癖式的和平主义政策一直持续到2014年，那年安倍晋三主导放宽了规定，改成所谓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，开了一道口子，允许出口一些非杀伤性装备给友好国家，用于救援、运输、警戒、监视、扫雷这5类用途。例如日本可以卖二手巡逻舰给东南亚国家的海岸警卫队，或者出口预警雷达等防御系统。但是坦克、大炮、飞弹、战机这些真正致命性武器，原则上依然不允许出口。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，这项政策可能要出现历史性大转变。
根据日经新闻等报道，高市政府计划在2026年上半年，也就是未来约1年内，取消目前武器出口限于5大类非杀伤装备的规定，实质上让日本的军备出口全面解禁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成真，未来日本制造的各种先进武器，包括战斗机、飞弹、潜舰等，都有望名正言顺卖给他国。这消息一出，有人震惊，有人兴奋，也有人忧心忡忡。兴奋的是日本防卫产业界和一些支持者，毕竟日本武器品质高，如果能进军国际市场，不仅能赚取经济利益，还能和盟友共享武器装备，增强彼此军事合作。政府强调，这么做是为了加强与同盟国和理念相近国家的安全合作。白话一点，就是把武器卖给我们的盟友伙伴，让大家一起更强，来对付那些潜在威胁。对比如今的情况，美国一直是盟友们的主要军火供应，日本也想分一杯羹，同时提高自己在区域安全中的话语权。但是担忧的声音也不少，日本内部的和平主义者担心这等于抛弃战后不输出战争的原则，把日本卷入军火交易的漩涡，甚至可能助长国际冲突。还有人提出伦理问题，如果日本武器卖到一些发生战乱的地区，造成平民伤亡，这和日本长久以来塑造的和平形象相符吗？然而，高市政府显然倾向于战略考量压倒一切，日本舆论也逐渐转向现实。面对区域局势恶化，日本不沾血的理想恐怕难以维持。中国对此更是高度警惕，甚至愤怒。官方媒体批评说，日本这是切香肠式，一点点的突破战后底线，现在索性摊牌亮出匕首。北京的军事专家们分析，如果日本开始卖武器，首批很可能针对的客户就是中国周边国家。例如，日本可能卖防空飞弹给菲律宾，因为菲律宾近来和中国在南海紧张，多次与解放军海警船对峙，美日都在帮他提升防卫。越南也可能向日本寻求海军装备，抗衡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。还有印太地区其他国家，如印尼、印度，甚至澳大利亚，都可能成为日本军火的买家或合作研发伙伴。更敏感的是台湾问题，虽然日本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，不太可能直接对台出售武器，现阶段日本也没有法律架构允许对台军事合作，但未来情势难测。如果中国对台动武迹象明显，日本会不会寻找某种管道间接援助台湾，例如透过美国或第三方提供情报、装备等支持？北京显然非常担忧这种可能。日本武器出口解禁，对北京意味着美国之外又一个先进军火供应源出现在中国的对立面，将让中国周边潜在对手们军力水准整体提升，削弱解放军的威慑力。事实上，日本已经开始小步迈出武器出口的脚步。今年就有报道说，日本正在和菲律宾展开非正式磋商，计划出口地对空导弹给菲国，用于加强菲律宾的防空能力。这将是日本首度出口真正带有杀伤力的武器系统，如果成功，将成为日方政策松绑的一个范例。也难怪中国急了，透过官媒不断放话，警告亚洲国家小心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。然而，此时此刻的亚洲，多数国家对谁是威胁其实有自己的判断。南海周边国家近年面对中国舰艇压境，倒是很欢迎日本来帮忙训练海岸警卫，提供巡逻船甚至先进武器。就连长期在安全上中立的新加坡，都乐见日本在区域防务上扮演更积极角色。毕竟在这些国家看来，日本守规矩、讲法律，而中国动不动经济胁迫、海上撞船，可信任度高下立判。综合以上外交和军事的变化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说日本或许才是习近平目前最大的威胁？要回答这个，我们得从习近平的战略目标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。习近平在中国内部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梦，其核心要素之一就是确保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，同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如台湾统一。在他看来，美国是全球头号对手，但美国远在太平洋彼岸，中国短期内还不至于与美直接军事对抗。然而日本不同，日本就在中国家门口，历史上又有夙愿，而现在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在直接牵制、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，甚至针对习近平最在意的台湾议题插上一脚。从外交上讲，
日本这2年来的操作可谓四两拨千斤，几乎项项踩在北京痛处。比如在人权和价值观议题上，日本不再对中国保持沉默，东京开始公开关注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、香港自由等问题，甚至考虑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制裁。国际场合上，像七国集团 G7 峰会，日本作为东道主，邀请了包括印太多国。会后公报对台海和平和反对经济胁迫都有着墨影射中国的意味浓厚，这些都让北京非常不爽。以前只有美欧会敲打中国的人权与扩张行为，现在日本也成了出头的。而日本的身份特殊，它是亚洲国家，又是经济大国，这使得其他亚洲国家更容易被其带动，形成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和外交氛围。再看地缘政治上，日本在悄悄编织一张围堵中国的盟友网，美日同盟自不用说，如今更紧密了。美日韩三边合作也在加强，韩国在尹锡悦政府下和日本冰释前嫌，共同应对北韩与区域挑战。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 QEAD 中，日本是积极推手之一，推动在印度洋、太平洋维护航行自由等等。日本还和英国、澳大利亚都签了准同盟性质的相互准入协定，方便彼此军队互访联训。这些协定直接指向的就是应对突发军事事态，例如台海，甚至北约也开始与日本靠拢，在东京设立联络处等合作。不久的将来，如果国际局势恶化，不难想象日本会成为整合印太版小北约的领头人之一，这无疑对习近平试图分化各国，避免被集体围堵的战略形成强大抵触。军事上，前面我们已详细说了，日本的再武装对中国战略压力有多大。如果仅仅中国对上美国，日本袖手旁观，或许北京觉得还可以应付，但若美日乃至更多国家形成联合作战态势，中国面对的将是难以承受的联合压力。而把本来远在华盛顿的美国力量真正引到亚洲门口的，某种程度上正是日本的努力。日本提供基地，共同研发装备，军演中当教官带领，比如日本战机近期开始和英国、澳洲等进行更多跨国演训，让各国军队更熟悉彼此配合。习近平深知，一旦自己动手冒进，例如对台湾，日本绝不会作壁上观。那时中国不仅要对付台湾本身，还要防备驻日美军和自卫队从北边夹击，这种腹背受敌的前景是北京的军事策划者最不愿见到的噩梦。此外，经济科技领域，日本也在配合西方对华设防。日本政府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，限制尖端光刻机等对华销售，掐住中国科技进步的命脉之一。以前中国总觉得经济上抓住日本就等于牵住了对方手脚，因为日本市场依赖中国很深。但是近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趋于谨慎，供应链开始重组，政府也提供补贴鼓励制造业回流或转往东南亚。换言之，中日经济的脱钩虽不至于断裂，却在慢慢发生。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对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将下降，用贸易制裁日本的杀手锏也越来越钝。像这次禁止日本水产，日本早有准备拓展其他市场，台湾等友邦还故意多买日本渔产品力挺。许多中国游客不来，日本旅游业就开发东南亚、欧美客源填补。看起来中国经济报复的手段，未来对日本恐怕难见效了。所有这些趋势汇合在一起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说日本才是习近平最大威胁。因为日本正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向北京施加压力，外交上拉帮结派孤立你，价值观上揭你老底，军事上防范围堵你，经济科技上减少对你的依赖和支持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举措往往不是日本孤军奋战，而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，等于撬动了整个国际体系来对冲中国。反观习近平，近年推行强硬外交和军事扩张，一度气势汹汹，但副作用渐渐显现，邻国人人自危，各国更加团结抗中。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，顺势成为抗衡中国的一把尖刀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日本就没有弱点或包袱，它毕竟战后一直仰赖美国保护，在真刀真枪上缺乏实战经验，国内也有反战宪法束缚，要真正修宪还需要时间操作。而中国不是塑料袋捏捏就破，
它有庞大军力与经济规模，不会轻易被吓退，所以未来中日博弈势必还有拉锯。但至少目前态势显示，日本已全面转守为攻，不再是一味忍让，而是敢于亮剑。2025年对东亚而言，真可谓多事之秋，也是局势大转折的关键点。日本的外交军事新动向正在改写自二战以来东亚的力量对比。当年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东亚进入美苏冷战加美日同盟的格局。冷战后一段时间，中国经济崛起，日本相对沉寂，许多人一度以为日本将永远做个经济巨人，政治侏儒，对北京不会构成太大威胁。然而历史证明，国际关系没有一成不变的剧本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当中国的崛起开始威胁日本的安全与利益时，这头沉睡的东洋狮子终于开始苏醒。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北京频频提醒世界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。然而国际社会也在看，现代的日本和当年的侵略者日本已经有天壤之别，反而是中国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扩张的野心和霸道的作风。习近平政府不停高喊历史不容重演，但如果指的是不愿历史悲剧重演，那么谁是今天在亚洲试图改变现状的力量呢？每个人心中有杆秤。展望未来，东亚局势可能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，一边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一些国家，另一边是由日美为核心的价值同盟，而许多中间地带的国家也许不得不选边站，或至少偏向一侧。这种局面其实相当危险，因为稍有误判就可能引燃冲突的火花。特别是台海问题上，现在不仅美国表态要维持现状，阻止武力犯台，日本也直接将其国家安危与台海相连。台湾问题事实上已被国际化，这无疑增加了局势的复杂程度。如果未来北京对台动手，那将不再只是两岸之间的战争，而极可能演变为区域乃至全球的战争。习近平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，是继续以强硬对强硬，冒着把日本逼成更强劲对手的风险，还是试图稍稍缓和，拉拢日本重回对话合作。以目前气氛看，短期内中日要重修旧好几乎不可能，双方民意与政策都在趋向强硬。但长远来说，两国地理上谁也搬不走，如果都走向对抗，东亚将陷入长期紧张，对谁都没有好结果。最后，我们不妨回到那个引人深思的命题：日本才是习近平最大的威胁。或许答案是，在现阶段的东亚博弈中，是的。日本的重新崛起对习近平推行的中国梦构成了全方位挑战。这个挑战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，更是意志和理念的较量。日本选择站在自由民主价值一边，联合盟友对抗威权扩张；中国则以民族复兴之名寻求更大权力空间。两股力量的碰撞将决定未来亚洲的走向。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龙与武士的博弈。或许多年后回看2025年前后发生的这些事件，正是东亚新篇章的序幕。希望这一章的剧本不要以悲剧收场。但不管如何，对于习近平和中国而言，日本不再是那个沉默的邻居，而成为一个不能不正视甚至让人头疼的强力对手了。未来东亚局势如何演变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